似乎每天我們都被提醒，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消退，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任人宰割。而修昔底德的這句格言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仿佛是國際關係的自然邏輯正在重新顯現。面對這種邏輯，各國往往傾向於隨波逐流，與人為善，妥協退讓，避免麻煩，希望通過順從來換取安全。但事實並非如此。那麼我們還有哪些選擇？1978年，捷克意見人士，後來的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寫了一篇名為《無權者的力量》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主義體制是如何維持自身的？他的回答從一個蔬菜店老板說起。每天早上，這位店主都會在櫥窗裡擺上一塊牌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實他並不相信這句話，沒有人相信，但他還是會把牌子擺出來，為了避免麻煩，為了表示順從，為了與人和睦相處。而正因為每條街上的每個店主都這樣做，這個體制才得以延續。它的維繫不僅靠暴力，更靠普通人參與那些他們內心明知虛假的儀式。哈維爾稱之為活在謊言中。這個體制的力量並不來自於它的真實，而是來自於每個人都願意假裝它是真的。而它的脆弱也正源於此。當哪怕只有一個人停止表演，當蔬菜店老板摘下他的牌子，這個幻象就開始出現裂痕。朋友們，現在是公司和國家摘下他們的牌子的時候了。幾十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在我們所謂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下繁榮發展。我們加入了它的機構，讚揚了它的原則，並從它的可預見性中受益。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它的庇護下推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我們知道，國際規則秩序的故事有一部分是虛假的，最強者會在方便時為自己開脫。貿易規則的執行也是有系統的，但卻是不對稱的。我們也知道，國際法的適用嚴格程度會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差異。這種虛構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國的霸權，有助於提供公共產品、開放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支持解決爭端的框架。所以我們把標誌放在了窗戶上，我們參與了這些儀式，而且我們大體上避免指出言辭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這種交易已經不再奏效。讓我直說吧，我們正處於一次斷裂之中，而不是轉型。在過去的20年裡，金融、健康、能源和地緣政治領域的一系列危機暴露了極端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風險。但最近，大國開始將經濟一體化作為武器來使用，關稅被用作槓桿，金融基礎設施成為脅迫工具，供應鏈則被當作可被利用的脆弱點。當一體化成為你被支配的根源時，你無法再生活在通過一體化實現互利的謊言之中。中等强国所依賴的多邊機構、世貿組織、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及集體解決問題的整個架構正面臨威脅。因此，許多國家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們必須在能源、糧食、關鍵礦產、金融和供應鏈等領域發展更強的戰略自主性。這種衝動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無法自給自足、無法自我供能或自我防御的国家，選擇餘地極少。當規則不再保護你時，你就必須保護自己。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會帶來什麼後果。
一個堡壘林立的世界將更加貧窮、更脆弱，也更不可持續。還有一個事實，如果大國連規則和價值觀的表面功夫都不做了，只是一味追逐自身的權利和利益，那麼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將難以再現。霸權國家無法持續不斷地從其關係中獲利，盟友們會通過多元化來對沖不確定性。他們會購買保險，增加選擇，以重建主權。這種主權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但今後將越來越依賴於抵禦壓力的能力。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風險管理是有代價的，但戰略自主和主權的成本也是可以分擔的。集體投資，投資於韌性，比每個人都建造自己的堡壘要便宜得多。共享標準能夠減少碎片化，互補性帶來的是正和效應。對於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來說，問題不是是否要適應新的現實，而是我們必須適應。問題在於，我們是僅僅通過築起更高的牆來適應，還是能夠做一些更有雄心的事情。加拿大是最早聽到警鐘的國家之一，這促使我們從根本上轉變了戰略姿態。加拿大人都知道，我們過去那種認為地理位置和聯盟成員身份會自動帶來繁榮與安全的舒適假設，如今已經不再成立。我們的新方法基於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所稱的價值觀現實主義。換句話說，我們的目標是既堅持原則又務實靈活。我們在對基本價值觀、主權、領土完整，除非符合聯合國憲章，否則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尊重人權等方面堅持原則。同時，我们也務實地認識到，進步往往是漸進的，利益會存在分歧，並非每一個夥伴都能完全認同我們的所有價值觀。因此，我們以戰略性的眼光、開闊的視野、廣泛參與，我們積極應對現實世界，而不是等待一個我們理想中的世界到來。我們正在調整我們的關係，使其深度能夠反映我們的價值觀，並且我們優先進行廣泛的接觸，以最大化我們的影響力。鑑於當前世界的流動性，由此帶來的風險，以及未來的重大利害關係，我們不再僅僅依靠我們價值觀的力量，也依靠我們實力的價值。我們正在國內建設這種實力。自從我的政府上任以來，我們已經削減了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和企業投資稅。我們已經消除了所有聯邦層面對省际貿易的障礙。我們正在加快推進1萬億美元的投資，涵蓋能源、人工智能、關鍵礦產、新貿易通道等多個領域。到本10年末，我們將把國防開支增加1倍，並且我們以能夠建設本國工業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同時，我們也在迅速實現對外多元化。我們已經與歐盟達成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加入 SAFE 歐洲防務採購安排。在6個月內，我們在4大洲簽署了另外12項貿易和安全協議。在過去的幾天裡，我們包括與中國和卡塔爾建立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我們正在與印度、東盟、泰國、菲律賓和南方共同市場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我們還在做其他事情。為了幫助解決全球性問題，我們正在推進變動幾何策略。換句話說，就是針對不同的問題，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組建不同的聯盟。因此，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是支援聯盟的核心成員之一，也是對其防禦和安全貢獻最大的人均國家之一。在北極主權問題上，我們堅定地與格陵蘭和丹麥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他們決定格陵蘭未來的獨特權利。我們對北約第5條的承諾堅定不移，因此我們正在努力與包括北歐波羅的海8國在內的北約盟友合作，進一步鞏固聯盟的北部和西部防線，包括通過加拿大在超視距、雷達、潛艇、飛機、
以及地面部隊方面的前所未有的投資，還有邊緣上的部隊。加拿大堅決反對針對格陵蘭的關稅，並呼籲進行有針對性的會談，以實現我們在北極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共同目標。在多邊貿易方面，我們正在積極推動建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與歐盟之間的橋梁，這將創造一個擁有15億人口的新貿易集團。在關鍵礦產領域，我們正在以7國集團為基礎組建買方俱樂部，以便全球能夠實現供應多元化，減少對集中的依賴。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們正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合作，確保我們最終不會被迫在霸權國家和超大規模企業之間做出選擇。這既不是天真的多邊主義，也不是依賴他們的機構，這是在各個議題上與有足夠共同立場的夥伴們一起，建立能夠切實發揮作用的聯盟。在某些情況下，這將包括絕大多數國家。他正在做的是在貿易、投資、文化等領域編織起一張密集的聯繫網絡。我們可以據此汲取力量，為未來的挑戰和機遇做好準備。我認為中等強國需攜手合作，若不在談判桌上，便會淪為盤中餐。但我也要說，大國目前還可以選擇單打獨鬥，他們擁有足夠的市場規模、軍事能力和影響力，可以主導規則。中等強國則不具備這些條件，但當我們只與霸權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時，我們是在弱勢地位下談判，我們只能接受對方提出的條件。我們彼此競爭，爭當最順從的一方。這並不是主權，這只是在表面上表現出主權，實際上卻接受了從屬地位。在大國競爭的世界裡，夾在中間的國家有一個選擇，是彼此爭寵，還是聯合起來創造影響力？我們不應讓硬實力的崛起蒙蔽了我們的雙眼，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我們選擇共同運用合法性、誠信和規則的力量，依然會非常強大。這讓我回到了哈維爾的話題。對於中等強國來說，踐行真理意味着什麼？首先，這意味着要直面現實，不要再一味提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了，仿佛它依然如宣傳中那樣運作。要直言其本質，這是一個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體系，最強大的國家利用經濟一體化作為脅迫手段來追求自身利益。這意味着要始終如一地行動，對盟友和对手都應用同樣的標準。當中等強國批評來自某一方向的經濟脅迫，卻對此保持沉默時，當它來自他人時，我們只是把標語掛在窗戶上。這意味着要踐行我們自稱信仰的理念，而不是等待舊秩序恢復。這意味着要建立能夠如其所述運作的制度和協議。這還意味着要減少助長脅迫的槓桿。這就是建設強大的國內經濟，這應該成為每個政府的當務之急。而國際多元化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審慎，更是誠實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礎。因為只有減少了对報復的脆弱性，國家才有資格堅持原則立場。所以，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的一切。我們是能源超級大國，我們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儲備，我們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我們的養老基金是全球最大、最具專業性的投資者之一。換句話說，我們擁有資本和人才，我們還有一個具備強大財政能力、能夠果斷行動的政府，而且我們擁有許多其他國家所向往的價值觀。加拿大是一個多元化且運作良好的社會，我們的公共空間充滿喧囂、多樣性和自由。加拿大人始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我們是一個穩定可靠的合作夥伴，我們是一個重視並建立長期關係的夥伴，
而且我們還有別的優勢。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決心採取相應的行動。我們明白這種斷裂需要的不僅僅是適應，它需要我們對現實世界保持誠實。我們正在把招牌從櫥窗上取下來，我們知道舊的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不應該為此感到悲傷。懷舊不是一種策略，但我們相信從這場斷裂中，我們能夠建立起更大、更好、更強、更公正的事物。這正是中等強国的任務。那些在堡壘林立的世界中損失最大，而在真正合作中獲益最多的國家。强者有他們的力量，但我們也有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有能力停止自欺，直面現實，在國內增強自身實力，並攜手共進。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們坦然自信地選擇了這條路，而且這條路前景廣闊。Thank you very much.